大家好，我是小吉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西安市的洒金桥。回民街早已成为西安美食打卡圣地，而洒金桥知道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。为了吃西安特色美食，外地游客基本一头扎进回民街，而本地人则大多选择洒金桥，那里藏匿着更多地道风味。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街道，洒金桥早市便迎来了它的繁忙。这里有各色蔬果、美味小吃，是西安人生活的一部分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古城的生命，体验市井的温度，品味生活的真味。牛肉饼可以说是西安风味的代表，洒金桥几乎每隔10多米就有一家牛肉饼店。别看这店面不大，却已经做了20年的牛肉饼了，生意还是非常的火爆。普通的5元，优质的10元，差别是牛肉馅的多少。来上一个，牛肉的香味混合大葱的通脆，还有花椒、孜然粉的料香，层次丰富，不柴不干。一口下去，这些香味混着酥皮的脆，真的是满口生香，味道清润。我贴上2瓣啊。这还没开呢吧？你要前一天你也是。收钱包到账30元。饼皮轻薄酥脆，一圈一圈的酥皮层次分明。虽然是油炸的，但毫不油腻干硬，包你一吃就停不下嘴，真正做到了不油不腻不腥，让人回味无穷。那香气仿佛在告诉你，这就是正宗的西安味道。这控一下油给你装。扔那个啥，收钱包到账10元。几个？我是这个酒庄，对对了，9点10点那个。再给我一个袋子。够不够？这家绿豆糕和绿豆馅饼的味道都很多，这是把绿豆玩出了花。第一次看到绿豆山楂馅儿，一口下去很惊喜，不是软软的感觉，稍微带一点点酥，酥脆的外壳下是清甜的绿豆泥，中间酸甜的山楂馅儿突然带给味蕾的刺激，整体甜而不腻，入口即碎，唇齿有绿豆香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他们家的酥饼味道也很多，板栗、核桃5仁。玫瑰绿豆、黑芝麻花生、绿豆、红豆等。尽管是大清早，但前来购买的顾客实在太多。
刚出炉的板栗馅饼马上就被抢购一空。马文章、胖子赠糕，简易的招牌上印着3联生活周刊当年采访的封面，口口相传，绝对的网红之地，带来了大量免费的流量。这是一家排队也要买的小店，营业时间较短，想要买赠糕的尽量赶在早上9点前。据说3小时满满一大盆就能卖完，想吃的趁早去排队。我要一个大份，我要一个大份，10块，10块，还有一个再拿一个这个绿豆糕，相当好，你回家洗洗片。绿豆糕多少？25一共。啊，一盒绿豆糕。和到一起吗？啊，和到一起。赠糕用糯米和红枣做食材，在这个叫做赠的器皿里蒸煮而成的一种糕。这些食材的完美结合，使得赠糕具有独特的枣香和糯米香。热乎乎的赠糕更是软糯可口，而冷吃得有一种别样的风味，依然保持了软糯的特点，而不显得过于甜腻。热乎乎的赠糕，糯米吃起来软软糯糯，里面是软烂的蜜枣枣泥，纯天然无添加，香迷糊了。注意，有枣核哦，吃着小心。老板说，绿豆糕也是他家特色，也可以烧几盒尝尝。在洒金桥地铁口出来，往南步行3分钟就能看到这家赠糕摊儿。老板非常贴心地根据食客的口味加减配料，并给游客介绍食用方法。小份吗？5块钱。姐，加上1个不要钱了。然后一个就可以了。对。那现在要2个真空的。要2个真空的。不行不亮。一吃不下去。这种凉糕主要集中在西安的回民街，口感坚韧软糯，滋味清香丰富，蜜甜桂香，玫瑰氤氲，加上外表的芝麻碎，活脱脱一个接地气的极品甜食，一年4季皆有，夏季最受欢迎，可以现场调制开吃，一个打包带回饕餮。没吃过2个都可以尝尝。你要这个怎么卖啊？10元一份，双拼了。对，双拼。这是黑糖是吧？玫瑰酱，你看。这会儿吃还是打包？就吃。好，谢谢。好的。为了粽子不粘连，也为了不粘上铁锈气，摊主不用刀，是用无比细的丝线切割，舀一勺蜂蜜撒在凉糕上，蜂蜜徐徐地覆盖在粽身，再缓缓渗入粽子里藏，恰似包裹上半透亮的外衣。粽子的裸白的身段立即有了被亲密呵护的感觉，再等那淡紫红色的玫瑰酱撒上，则是又笼罩了轻柔的纱。如此这般，这原本温润如玉的白色的粽子，此刻被有了引人怜惜的亮丽的外表。接过这经过精心装扮的凉糕，蜜香、桂香、玫瑰香糅杂在一起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加个蛋吧。好。蓝莓子2个大宝块，你不放麻粒。好，慢走，打包吧，这边吃，打包。谁带的吗？这个街角最不起眼的老字号3轮车小摊，却参透了油炸麻花的口感秘籍。除了卤蛋，他们家还会在油茶里加软的黄豆、炸酥的面豆以及炒香的芝麻花生碎。在这吃一个啊。2个人是要2份还是1份？啊？我这个碗送过来了。
好，我给你10块钱，来，给你俩10块钱。麻花不是脆的，是在油茶里浸软的，而且泡得特别到位的那种。吸饱了油茶的汤汁，咬一口汁水爆出的同时，又感受到麻花爽滑筋道的口感。油茶是咸口5香味的，方上的油茶没有那么粘稠，口感喝起来更丝滑，口味稍微淡一些，整体入口超级醇厚，吃完后有很浓郁的后味，简直不要太好吃了。仅有的2张小桌时时坐满，其他老食客们基本上都端着碗去斜对面的花坛就餐。夏季的时候，除凉皮外，最受欢迎的凉着吃的小吃，莫过于浆水鱼玉了。爽滑劲道的鱼玉，配上酸爽的浆水菜，还有秘制的辣椒油，来一碗消暑开胃又畅快。据说这小小的净糕秦朝已有，因成品形似古铜镜而得名。来8宝玫瑰净糕，玫瑰净糕传统小吃，软糯香甜。净糕一定是现蒸现卖的，老爷子是把江米研磨成细细的粉，在小巧如玩具的竹木笼屉里垫上薄铁片。甜时将米粉一屉一屉的如宝塔般摞起来蒸熟。玫瑰净糕传统小吃，软糯香甜。来8宝玫瑰净糕，玫瑰净糕传统小吃，软糯香甜。净糕虽小，可配料却很丰富。过去人们挑担经营时，一头是炉子，一头是单柜，柜子上的层层小抽屉分别放着糯米粉、红白糖、青红丝、核桃仁、芝麻、玫瑰等原料。净糕刚刚出锅，表面还湿润的时候，扎一个小竹签为把，根据食客口味刷一层果酱，裹满花生糖，味粉香甜，无可比拟。小吃软糯香甜。来8宝玫瑰净糕，玫瑰净糕传统小吃，软糯香甜。来玫瑰净糕，别挖高了，来净糕，来8宝玫瑰净糕，玫瑰净糕传统小吃，软糯。桂花。来8宝玫瑰净糕，玫瑰。玫瑰净糕传统小吃，软糯香甜。蓝莓的、草莓的8宝玫瑰净糕。来8宝玫瑰净糕，软糯香甜。来8宝玫瑰净糕，来3个划算吗？发好，你放心吃。扫完码让我看一下，我今天忘了带喇叭。行。你拿这个吧，我给你拿袋子装。在洒金桥，街巷狭窄，人流密集，车辆难以穿行，很多人图方便会选择搭乘这种小电动车。这位大爷在等客间隙，吃着刚买的腊牛肉夹馍，逗头笼养的鸣虫在喧嚣街市中透着一股子松弛自在。据说西安城就属刘明家的柿子糊塌最是正宗，饼筒有火晶柿子，红如火，亮如金，肉质细密，并且没有硬壳，只可惜不易携带，柿子糊塌也就应运而生。柿子去皮留肉，打散成糊状，按照比例加入适量面粉搅匀，填入这个特有的模具里下锅，两面炸至浅金褐色。炸好的柿子糊它3块一个，拿在手里烫烫的，闻着有种混着柿子甜香的油香，入口鲜酥后韧，
表皮有别于大多炸制品，咬上去感觉很薄，像很多小气泡在牙齿上炸裂。接着又是糯米面的软韧，像芝士一样轻微拉丝，但不粘牙。咀嚼时，满满的柿子香充满整个口腔，非常非常好吃。不过想吃的朋友要注意，柿子核它是季节性的食物，一般只有8、9月份以后才有的卖，要计划好时间哟。经柿子制作的还有黄桂柿子饼，最早是以5仁白糖的馅料为主，随着近些年大家口味的变化，现在也渐渐出现了豆沙、玫瑰、枣泥等丰富的馅料，微甜但不腻，表皮浓郁的柿子香味与丰富的馅料在口中结合，这样的惬意与满足，一定让您乐哉美哉。不要摸，不要摸。肉丸胡辣汤是西安本地名吃，这里的胡辣汤不同于河南，制作时先用牛羊骨熬汤，下牛肉丸与各种时令蔬菜烩煮，最后勾芡而成。相比于其他汉民的胡辣汤，老李家明明的胡辣汤白胡椒的味道会略微更重一些，菜也煮得很烂，当然肉丸也会更讲究一些，更加的紧实弹牙。因为是老店的关系，虽然每天有很多游客，但更多的都是老主顾了，老板娘也会时不时的和他们唠唠家常。这没有你。11元。11元啊！咱们。你超过又吃惯了。你这中午不买，你中午买了我还来。中午没这。这家的胡辣汤分大小碗，大碗9块，小碗8块，加馍需要额外加1块钱。胡辣汤泡馍是很多人的首选，馍是要自己掰好，放在碗里的。店家会根据食客需求浇上香油和红艳艳的油泼辣子。相比于传统关中文化里的油泼辣子，这家的香不算特别出众，反而是辣味比较重，后味里的麻也更明显。有一点意识，它一定没有。你这都是大碗。但你看吃了40年了。吃罢舌尖发麻，微微冒汗，浑身都舒坦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人太多了，有时候却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端着碗站门口吃。之前我是一个对胡辣汤很不感冒的人，看着白花花黏兮兮，没什么食欲。但尝试以后会发现，这的确是真心鲜美的一道小吃，保准你会爱上。洒金桥有2家淡菜夹馍，这家玫瑰酱菜切得很大块，要看着会更多，吃起来也更香。切开馍先抹酱，把金黄的咸蛋黄加湿铺满，然后夹上满满的玫瑰酱菜，瓜子、杏仁、南瓜子、松子儿、花生米，菜都多得溢出来。最后塞进去1个煎鸡蛋，那么多坚果仁与松软的白吉馍融为一体，打底的辣子酱也不会特别咸，馍韧淡香，酱菜脆咸，辣子酱加坚果属于注入灵魂，综合起来真是越吃越爽。菜蛋夹馍虽然不是马蓉家的发明，但是真就属于菜蛋夹馍里最好吃的那类。洒金桥除了有各种美食，还有随处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巷子里一辆插满糖人的老旧自行车，一位吹糖人，留住了路人的脚步。吹糖人的关键技术在吹和捏的功夫上，糖料用糖稀加热调制而成。制作时用手指把粘稠的糖戳出中空的造型，底部搓成细长的吸管，再顺着糖管吹气，糖稀随即就像气球一样鼓起。
糖人就是用加热的糖稀为原料做成各种造型，然后通过捏干等手法配合，把糖浆吹成一个个惟妙惟肖的动物形象。常见的造型有人物、动物、花草等。吹出来的糖人不易保存，长时间放置容易变黑融化，因此过去的艺人通常会打着铜锣沿街叫卖，现做现卖，吸引来不少孩子。孩子们想要什么造型就吹出什么来。观看吹糖人的过程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。这位老人甚至还可以教孩子们自己吹糖人。洒金桥除了吹糖人，还有糖画这种甜蜜的文化传承。在中国古代的庆典和节日中，人们会制作各种各样的糖画，如糖人、糖狮子等，以庆祝喜庆之事。糖画也是一门源远流长的传统手工艺。糖画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传统庆典和手工艺文化的一部分。以糖为材料，通过巧妙的造型和细致的手工，呈现出形态各异、栩栩如生的糖艺作品。这老虎真大，比手机上那个还大。老虎。糖画的制作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了深厚的技艺。艺人们以勺为笔，以糖为墨，在光滑的桌面上挥洒自如，创作出各种生动的图案和形象。这需要艺人们具备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，才能将糖丝的特性和银勺的运用技巧发挥到极致。尾叶。
这样上吧，这拉料了，这啥蘸个小的。给我画10个小兔的。最后，糖浆冷却凝固后，一件精美的糖画就完成了。洒金桥早市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，主要卖擦牛肉丸子。店里挂着一排排新鲜的牛肉，向客人展示着店里所用的食材。丸子现场制作，含肉量也非常高，吃到嘴里外酥里嫩，口感好。35元1斤的价格，性价比很高。买上2盒带回家，汆个丸子汤或者炖点豆腐白菜，既方便又美味。老食客都是在洒金桥吃完早餐，才开始在西仓巷早市的采购。西仓大概是西安市最有名的花鸟鱼虫市场了，直到今天还保持着每逢星期4和星期日开市的传统，称之鸟市。开市的日子对于爱逛西仓的市民来说便是喜庆的节日，但在平时只有巷子里的这家花店，从客厅里的盆景花卉到书桌上的文竹多肉都一应俱全，为街坊们提供一抹清新。除了日常食用的油泼辣子，早市还有新鲜的青椒以及柿子椒、尖椒，都是3块钱1斤。街坊们会买来炒菜，或者做成当地风味的辣椒酱。几乎每个早市都有老人把自己种植但又吃不完的蔬菜带来售卖，虽然不多，但都是自己精心养护，满足了一些对食材风味有需求的顾客。电话可以停着的解散。电话年代的那个北京，看那北京就行么？都这个掐都掐不动。2块，这2块。天一热，人就想吃点凉的，喝点凉的。不管是去饭馆还是去大排档，盐水花生毛豆绝对是首当其冲，排名第一。开一瓶冰镇啤酒，约2、3好朋友，一盘花生毛豆就能谈天说地。门口的树洞里被老板放置了发芽的红薯，当关上爬藤一样呵护，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。这一家售卖的红薯有类似板栗那样干面的口感，售价便宜，1块51斤。作为大众美食，红薯营养丰富，老幼皆宜。很多老人平时饮食清淡，喜欢以粗粮作为主食，红薯就成了必选食物。擀面筋。第一次见这种叫蛇豆的食物，请教了买菜的阿姨和摊主，才知道这种故乡在印度的植物属于葫芦科，又叫蛇瓜。蛇瓜主要是以它的嫩瓜来食用，像丝瓜一样用来做汤，也可以直接清炒凉拌着吃，口感也不输丝瓜，营养价值也很高，并且它的肉质非常的松软。虽然生的蛇瓜有腥臭味，但是煮熟以后却有清香味。
味道也是甘甜的。看，一辈子是这样。你看吧，给你配吧。对。这个地方没有这个。好。我们都是第一回见。第一回见就是。食凉菜，这个季节有。有点现在是没有。有一些。我说的都是我这样一个一把3块嘛。100好少。西安有个理性研究院，结合杏子的基因，针对李子偏酸偏涩等问题，专门培育了这种含糖量高又口感脆甜的新品种。哎，对，种子的人家的多，人家的多。我们刚好赶上了第一波的猕猴桃上市，小个的2.5块一斤，大个的3块一斤。这个就是糖，我这葡萄是大没有的，你尝了绝对要的，这个是比较好吃。那谁还有糖？秋天的水果实在是太多了，比普通苹果要小，形状略扁，果皮光滑且颜色较为鲜艳的叫嘎啦果。嘎啦果原产地是新西兰，是由橘苹和元帅杂交而成的苹果类别。果肉细嫩多汁，口感脆爽，味道甜美。这2个价一样，这个要10元起步，10元。这是造船的2块1，再拿一个袋子啊。花博比你不对了，俗话说，实在时节，实在新鲜。带着绿色果皮的核桃，往往水分保留更好，更新鲜。核桃绿皮的汁液极难清洗，一旦操作不慎粘在手指上，就要带着黑手指过个10天半个月。所以店家会贴心的用弯刀去皮，用夹子开壳，减少大家的麻烦。新鲜核桃仁闻起来是清新淡雅的植物香气，让人很有食欲。口感脆嫩，有清甜的滋味，能吃出水润感。糯软的板栗大家都爱吃，可板栗花的用处却少有人知道。板栗花晾晒后编成绳，点燃后散发出独特香气，具有天然的驱蚊功效。在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很多农村几乎家家延续着这种古老的驱蚊方法。随着时代发展变迁，栗花火神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不过还有好些老人依旧有这样的手艺，延续着这样的传统。老人说来买的都是熟客，知道怎么用。18块。对，我给你上微信嘛。来好，随便。来，手机可以。有小这个老的。啊，你肯定你们那个在原则上比较，我家会吃。把它松的很，看着松。松无所谓，我放就松。这都一样的口。一样，味都一样。一般都要红。18。不知道啥。那个啥。那火药太深，火药。这哪种奶啥？哪种奶啥？学堂学文字。哦，是。现在花做的，也是叶子，草做的。草做我不好闻，拿好。合适啊。对对对。看一下。对对对，我好些的。店里。
点着以后，大家一闻着就。哎，你看这都卖售卖费，不用钱。哦。售卖费不要，你看这介绍他不知道咋用呢。哦。这都卖售卖费，不用介绍。俺一听啊，咋卖衣服就知道售卖。这干啥去我都没有人买。对。都这还走，没人少人，就是这花样太少。大部分80%-90%人不认识，对不对？1000个人还有2-3个人还没事，俺是100个人一般不认识，还有70%不认识。但是每人都买一块几块，就是差不多。逛完早市也接近中午了，刚好走到了回坊马二饺子馆。30多年的清真老店，只卖牛肉韭黄一种口味，以及招牌酸汤水饺闻名遐迩。辣椒香菜。来他们家可以买饺子馅或者冻饺子，直接吃的话选干饺子或者酸汤水饺。饺子4两起卖，1两4元。买定之后，老板会给一个金属雕刻的号牌，然后客人自寻座位，等待呼叫。殿堂很方正，朴实无华，顾客们也都很默契，欣然接受拼桌和被拼。服务员带着小蜜蜂扩音器，饺子煮好之后会呼叫号码，客人应答之后给你送到面前。2口巨大的饺子锅和极简的前台都在店门口，一出锅就是10几碗。008。这里的酸汤选用食材包括香菜、葱花、陈醋、紫菜、虾皮、辣椒油打底，再去吃牛肉或羊肉水饺，自然是不会腻的，反而越吃越开胃。面皮劲道，馅料新鲜，酸汤调味恰到好处，牛肉韭黄馅料鲜美，汤汁酸辣爽口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质量灌汤蒸饺。洒金桥与庙后街十字路口向东50米路南，开了小40年了，店门不大，但走进来却豁然开朗，明亮整洁。创始人一心在灌汤蒸饺的改良上，而2代经营者更热衷于秘制八宝粥的创新，口味有招牌牛肉和牛肉韭黄2种，外形是饺子和包子的合体。因为是现包现蒸的，点单后等了大概1刻钟。蒸饺1笼10个整整齐齐地蹲在笼屉里，冒着热气。他们家的蒸饺皮薄，既有劲道又不失轻薄。当你轻轻咬开一个小口，鲜美的汤汁会突然涌进舌尖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而其中的肉馅儿则是纯正的牛肉，咬下去后，牛肉的香气会弥漫开来。其实质量加八宝粥名气大于蒸饺，每客必点。由花生、莲子、红枣、百合、糯米加水大火煮开，然后加入秘制酱料小火熬制，然后再撒上葡萄干、瓜子仁、山楂糕块，粥品绵软香甜，口感香糯，每一种食材的味道都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，让人欲罢不能。